朋友們，歐盟最近又在制造新動作，進一步要求他們的企業對中國實行去風險化、供應鏈多元化。德國焦點新聞看到了一篇德國各行各業離不開中國的反省文章，我覺得有點意思，所以現在與各位分享。從太陽能到汽車行業，如今已離不開中國，全新現實。中國評價德國大眾工廠略顯老舊。昔日德國工程師向中國傳授技術經驗，如今從光伏產業到汽車領域，中國先進技術正拯救德國本土工業，雙方地位發生驚天逆轉。德國正迎來數年前還被視作禁忌的產業政策大轉向。長久以來，德國對華態度始終秉持一條準則，絕不新增對華依賴。前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早在2022年就表態，我們絕不能再過度依賴價值觀不一致的國家。彼時爭論焦點是中遠集團入股漢堡港，那場輿論風波預示着經濟風向巨變，減少對華合作，拉開戰略距離，極力謀求歐洲自主。可如今事態徹底反轉，如今各行各業都離不開中國。在日益嚴峻的經濟壓力下，德國徹底敞開合作大門。早年是德國企業向中國輸出核心技術，大眾、西門子、巴斯夫紛紛在華建廠，培養本土工程師，助力中國完成工業化崛起。如今局勢徹底調轉，中國企業反向德國乃至整個歐洲輸送前沿技術、成熟生產工藝及創新商業模式。曾經的世界工廠已經蛻變成技術輸出大國，德國也真切意識到諸多產業發展早已離不開中國。光伏行業盡顯行業格局巨變，這場產業格局變革在太陽能光伏領域體現得淋漓盡致。歐洲是光伏發電技術的發源地，德國更是曾經的全球行業風向標。而是山脈地區的弗萊貝格一度是頂尖工程技術、能源轉型與工業未來的象徵。而中國入局後，格局改寫，歐洲陷入無休止爭論、補貼亂象與政策管控之際，中國火速興建大批巨型光伏工廠。現如今，中國光伏組件產能佔據全球80%以上，歐洲市場份額一度跌至不足3%。落敗的不僅是產能，就連核心研發產業也逐步外流。中國實現了技術迭代更快、成本更低、工藝更頂尖的全面領先。歐洲全力謀求產業復甦，眼下歐洲正全力推動本土光伏產業復甦。德法邊境的昂巴克正在新建一座年產能5吉瓦的大型光伏工廠，年產量可達1000萬塊光伏組件，足以滿足100萬戶家庭用電需求。同時創造2000個就業崗位，項目已敲定超2.2億歐元融資。伊諾能源擁有數百年歷史，始建於1660年的德國老牌企業赫利士均參與投資。歐盟計劃到2030年實現歐洲本土光伏年產能30吉瓦的目標。核心尖端技術仍源自中國，但現在的核心關鍵點在於，歐洲新建光伏產業體系根本離不開中國。這座新工廠正是依托中國天合光能達成合作才順利落地。工廠所採用的 TOPCon 頂尖光伏技術全權由中方提供。天合光能直言點明全新全球產業格局，全球創新賦能本土工業發展。直白來講，歐洲負責搭建工廠，創造就業，拉動本土經濟。中國輸出核心技術、規模化生產經驗與成熟產業體系。如今，歐洲想要實現產業自主，早已不再走對抗中國的路線，而是選擇攜手中國共謀發展。大眾深陷歷史性產能過剩危機，汽車行業的格局變化比光伏領域更為直觀。大眾集團正遭遇史上最嚴峻的產能過剩困境。大眾此前規劃年產能超過1200萬輛，如今企業自身認定合理產能僅900萬輛，足足多出300萬輛閒置產能，相當於數座大型整車工廠的產能總和。
大眾集團總裁布魯姆明確表示，長期閒置過剩產能難以為繼，數萬崗位面臨調整，旗下多家工廠陷入生存危機。奧斯布魯克工廠首當其衝，該廠將於2027年停產 T-Rock 敞篷板，因規模偏小、運營成本高、產能利用率低，成為重點調整對象。德國老牌車企工廠或將迎來中資入駐。這類經營困難的歐洲車企工廠，如今備受中國車企青睞。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，小鵬汽車正與大眾洽談歐洲工廠產能合作事宜。目前，小鵬僅依托奧地利麥格納工廠代工生產，急需擴充海外產能，布局歐洲本土建廠，既能貼近歐美消費市場，還可以規避高額對華電動汽車關稅。而對於大眾而言，全新出路已然浮現。與其關停閒置工廠，不如轉讓產能，尋求聯合運營。放在幾年前，中資收購入駐德國本土汽車工廠，在政治層面絕對難以接受。但如今形勢比人強，雙方拋開意識形態，展開務實商業洽談。中方直言，部分大眾工廠設備工藝已然老舊。小鵬汽車高管陳靜直白道出雙方實力地位的轉變。這家企業正在歐洲物色合適生產基地。他直言，部分大眾工廠設施老舊，工藝落後。短短一句話，道出如今汽車行業全新格局。曾經的德國工程師手把手指導中國造車技術，如今中國車企管理者實地考察，評判德國本土工廠是否具備市場競爭力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動力電池巨頭寧德時代落戶德國圖林根州阿恩施塔特，打造歐洲規模頂尖的動力電池測試中心，配備超300組專業測試設備。模式依舊不變，歐洲提供市場與場地，而中國掌握核心頂尖技術。各行各業全面迎來格局變革，產業變革早已滲透至德國中小企業領域。擁有350個分箱的德國養蜂人格雷加，如今通過跨境電商平台海外拼多多售賣本土高端蜂蜜，和燈飾日用小商品同台售賣。在他眼中，這並非文化違和，而是最直白的商業邏輯。客戶聚集在哪裡，生意就做到哪裡。放在過去，絕大多數德國本土商戶都會抵觸借助中國電商平台售貨，嫌棄價位低廉，品牌格調不足。如今他態度全然轉變，堅信自家蜂蜜品質過硬，將跨境平台全新拓客渠道。這也是當下歐洲主流務實思維，摒棄意識形態偏見，全力拓寬市場銷路。歐洲工業未來與中國深度綁定。德國已經認清全新現實，歐洲工業想要謀求長遠發展，絕非排擠中國，而是攜手中國，協同共進。從光伏新能源、動力電池製造到整車汽車製造，跨境商貿領域皆是如此。雙方合作依舊存在風險，產業依附性無法徹底消除，中方產業影響力也會隨合作持續加深。但如果拒絕合作，歐洲諸多本土產業只會走向消亡，根本無從談及產業自主復興。這場真正的產業格局巨變已經敲定。昔日德國向中國輸出工業技術與經驗，如今德國主動引進中國前沿科創實力，只為維繫本土工業命脈，穩住自身產業根基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我們接着看評論。第一條評論，作者難道真以為中國企業會把核心技術輸送到德國，是為了讓我們有朝一日再度實現反超？他們可沒這麼傻。我預判中國終將拿下德國僅存的技術壁壘，還會借助歐盟的大力助力，徹底瓦解德國本土技術根基。我們不只會愈發依賴中國，還會心甘情願地向其俯首靠攏。繼續往下，當初德國人本無意賤賣核心技術，只是想去低成本地區建廠生產，可他們萬萬沒料到，中國人求知若渴，頭腦聰慧，發展速度更是遠超想象。德國本土企業高管眼裡只盯着金錢利益，肆無忌憚地對外變賣技術，外遷產業。我做了35年機械製造技師，
早就多次提醒過管理層，結果反倒被他們嗤之以鼻，覺得我一個普通老師傅在胡說八道。如今德國本土工廠裁掉了70%員工，而是在中國的分廠運營得蒸蒸日上，穩穩佔據整個亞洲市場。更令人無奈的是，這家企業如今已經歸入中方名下。再往下，我們日常所需的商品，無論是成品還是配套零部件，90%到近乎全部都產自中國。市面上90%抗生素，還有通信設備、光伏產品、儲能電池等各類高科技產品，也全都來自中國。小到衛生紙、鞋拔子這類日常物件，如今我們樣樣都離不開中國製造。中國根本無需動用傳統戰爭手段對付我們，只要停止對我們供貨，我們連日常穿鞋、打理生活起居都寸步難行。下一則，先是把自家技術源源不斷送往中國，到頭來又詫異德國本土產業日漸式微，舉步艱難。看跟貼，中國人早就走出了單純模仿抄襲的階段，他們學習能力極強，如今已經實現反超。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阻攔他國的科技進步。一個國家現有的技術知識，其他國家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掌握或是自主研發突破。繼續往下，從前是我們負責研發，中國人負責制造生產，如今局勢已經徹底顛覆。倘若我們能認清現實，順勢而為，虛心向中國學習，尚且還有機會重新追趕上來，但這需要自律、勤勉、魄力與踏實苦幹的精神。遺憾的是，如今在德國，我已看不到這些品質了。再往下，早年我們就經歷過亞洲國家崛起的局面，日韓在獲得西方扶持後，一舉席捲了西方家電等諸多行業。彼時，歐洲汽車產業就已倍感壓力。上世紀90年代中期，寶馬頗有遠見，率先引進豐田模式的精益生產與精益管理，成效斐然。而大眾當時卻態度傲慢，直言根本無需借鑑這套體系。時隔30年，如今大眾不得不走這條路，還得依靠中國企業助力才能實現。亞洲國家學習能力極強，幹勁十足，還奉行精益改善、持續精進的經營理念。但德國不少企業，尤其是半官方背景的企業，既做不到，也不願踐行這套理念。推行持續優化，勢必會精簡冗餘層級，而這些層級裡盤踞着工會人士、政界相關人員等諸多既得利益群體。此前，德國還能靠開拓海外替代市場勉強維持局面，如今這條路已經走不通，因為中國的體量與實力早已遠超當年的日本和南朝鮮。下一則，我們陷入落後局面的原因錯綜複雜，教育水平下滑，技術領域思想保守，缺乏開放態度，稅務負擔過重，普通勞動者也難逃其累，進而推高人力成本。能源因能源轉型政策與各類制裁變得價格昂貴，行政層面管制冗餘，官僚作風嚴重。而大眾集團更是深陷政商利益交織的弊端之中。如今德國既沒有可行路徑，也缺乏決心去推動徹底的變革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我們反倒慶幸中國企業的到來，他們在技術研發、商業運營以及企業管理方面都具備實打實的專業能力與成熟思路。看跟貼，確實如此。比勒菲爾德的迪爾科普公司原本專為汽車行業生產縫紉設備，被中資收購之後，經營狀況立馬步入正軌。眼下行業處境艱難，一方面德國本土汽車行業陷入低迷，另一方面設備定價也偏高。但這家企業此前多年一直經營得順風順水。繼續往下，向來都是這般局面，民眾安於現狀，驕傲自滿，再加上最缺乏大局觀念，只顧一己私利的利益集團，工會從中制衡。工會不斷提出過分訴求，動輒以施壓要挾的方式，不斷抬高用工成本，物價隨之上漲，通脹加劇，工作崗位持續外流，
這一切早已在預料之中。好的，再往下。德國那些老舊的大眾工廠，眼下還剩下轉型軍工生產這一條出路。如此一來，企業利潤也能再度回升。畢竟，在本國政府暗中造勢釀造的戰事背景之下，各類軍用車輛即使投產，實際服役壽命也僅有短短數日。而且，軍用車輛無需嚴苛把控尾氣排放標準，老舊柴油發動機也能重新大批量投產制造。下則。歐洲忙於空談爭論，發放補貼，制造各類條條框框之際，中國早已建起一座座大型工廠。問題的症結恰恰就在這裡。歐洲這邊的政府不斷插手干預，市場官僚化嚴重，監管過度，直接拖垮了經濟發展。整天忙着給黃瓜制定統一標準，還打着環保旗號討論取締雙槽烤麵包機這類瑣事。發展嘛，自然無從談起。出發點再好，做事方式不對，也終究於事無補。順便說一下，陳進這個名字聽着真不錯，單憑這點，我都想去中國投資了。看跟帖。中國一心謀求國家發展，向來以10年為維度，布局長遠規劃，這一點讓許多人深感意外。而這份長遠規劃，正是由共產黨主導推進。其中的核心秘訣在於，在黨內唯有具備實打實能力與實際政績之人，方能獲得晉升。評判標準側重科技實力與經濟建樹，而非單純的派系立場。領導層裡絕大多數人擁有理工科專業學歷背景。由此可見，成敗從來不在於社會體制本身，而在於發展的內生動力與既定目標。中國人秉持着星際密航裡瓦肯人的行事理念，集體大眾的福祉遠重於個人私利。下一則，凡是死守意識形態教條來搞生產，白白葬送自身在燃油車的行業龍頭地位，最終只會徹底被市場淘汰，或者乾脆大幅上調航空相關稅費，也好讓那些熱衷於搞性別教條、盲目跟風思潮的群體也如願達成各類形式化訴求。看跟帖吧。我們曾經牢牢佔據燃油車的市場主導地位，如今這塊陣地也早已被中國趕超。再說燃油車行業，再過5年，固守這條賽道的企業注定徹底出局。想必你已經很久沒看過新車上牌數據了。純燃油車與柴油車銷量穩居末端，市場需求持續銳減。咱們繼續。德國乃至歐洲要如何保住本土工業？精簡官僚體系，壓低能源價格，下調賦稅，這話實在令人啼笑皆非。到頭來無非就是中方收購相關專利與設備，運回國內，剩餘產業資源盡數關停清算。再往下。如果用長達1年左右的時間去審視德國整個汽車產業，包括各類配套供應商等上下游企業，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：整個行業已經走到瀕臨消亡的絕境。這一產業在德國本土再也沒有哪怕一絲存活下去的機會。我甚至認為，如今的局面完全是刻意促成的。基民盟數年前就為了保住自身地位，選擇向綠黨、社民黨靠攏妥協。只因單憑自身力量根本無力抗衡選擇黨，可歐盟非但沒有幫扶基民盟，反倒借着熱衷出台各類條條框框監管政策的行事風格，進一步火上澆油，加劇頹勢。遭捨棄的不只是汽車行業，化工領域也正上演着一模一樣的衰敗態勢。最終承受所有惡果的只有我們普通老百姓，而當權者對此卻完全無所謂。下一則，歷史總是在重演。如今我們面對中國所經歷的一切，昔日在日本崛起時早已上演過一次。可惜德國工業界沒能從當年與日本競爭的過往教訓裡吸取半分經驗。再往下，就連德國人自身也曾經歷過這般處境，這也是德國製造標識的由來。最初設立這個標識，本就是來區分德國仿製偽劣產品的警示標記。下一則，
德國汽車行業尚能存續，但就業崗位全外流海外。下一輪衝擊即將來自人工智能領域，數據中心紛紛落地境外，德國又一次被時代甩開。但凡投票支持基民盟、社民黨、綠黨這些形式外行、理念偏激的偽左翼政客，無異於親手斷送自身的經濟生計。繼續往下，中國並非在拯救德國工業，而是在取而代之。順便提一下，如今中國市場銷量最高的電動汽車品牌依舊是大眾。多年來，大眾始終和豐田角逐全球車企龍頭寶座，暫無其他對手能夠撼動。大眾本身絕非跟不上全球市場的老舊品牌，唯獨身處奉行綠色政策的歐洲腹地，監事會裡充斥着左翼勢力的德國本土廠區，毫無發展前景。德國知識點評：這個人顯然並不了解中國市場，他竟然認為中國市場銷量最高的電動汽車品牌依舊是德國大眾。可能平時他並不看什麼新聞吧，活在自己的想象中。這樣的德國人還真不少。好的，咱們繼續往下。這些大企業從納稅人手中拿走了數千億歐元補貼，行事作風和政客一樣守舊僵化，還躺在過往的功勞簿上不思進取。中國正在一步步接手德國。好，繼續。只要德國領導層依舊抱着極度傲慢的心態，還把中國人視作只會模仿抄襲的群體，那就只會一步步走向衰敗沉淪。好的，本期節目到此，謝謝大家。